但凡是看过点日本忍者相关题材的影片的人，估计都会好奇一件事，那就是为什么古装片里的女忍者还能弄来黑丝袜穿，更有甚者可以覆盖全身。对魔忍还有一些经典潜入搜查官系列不提，在火影忍者甚至超级战队里，类似黑丝和网袜的穿搭甚至能跨越性别，无论男女身上都能看到一点。当时可没有尼龙之类的材料，那么这些黑丝是如何穿越到古装片里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女忍者身上的黑丝网袜到底从何而来。首先我们从结论说起吧，女忍者身上的这些黑丝网袜的原型在日语中被称为锁围子，其实指的就是锁子甲。这种凯尔特人发明被罗马人学去后，最后遍布欧洲的护具，估计大部分人对于锁子甲的印象还是维京猛男金贵的全身链甲衫，以及后来十字军罩袍之下的锁子甲。那么这些在欧洲穿在老爷们身上，汗臭味、血腥味如影随形的防身利器，怎么如今成了性感女忍者的标志之一了呢？这估计还得从锁甲本身说起。起码在外观上，细密的锁子甲离远看时，细密的孔洞搭配钢铁本身的黑青配色，再加上金属表面淡淡的光泽，在外观上确实和黑丝网袜有几分相似的，可能也因此给了不少人锁子甲真的像丝袜一样一撕就烂的错觉。再加上各种影视作品里，不管将领士兵身上盔甲穿了几层，穿得多帅，只要你不是主角，武器碰到你，那多半就是血溅当场。但实际上，锁甲的防御性能如何，与它本身的制作工艺有直接关系。很多人觉得锁子甲只是把大量铁环穿在一起就行了，好像跟小孩玩的益智玩具差不多，没什么难度。但实际上，每一件优质锁甲的诞生都是对铁匠的一次拷打。为了确保锁子甲的结构稳定，需要对每个铁环的接口用圆铆钉铆接进行闭合固定，这道工序得重复进行成千上万次，直到一个个铁环最后组成一身链甲衫。难怪铁匠的经典形象都是秃头大胡子，天天接铁环，那难免头发掉光。可能是为了补偿铁匠逝去的秀发，也可能单纯是因为这种铆接锁子甲工本费确实高。总之，在维京佬之中，这样优质的锁子甲的造价是非常恐怖的。一件链甲衫的12千克铁的重量，象征着使用者的惊人财产，不亚于现代人自己编个金缕玉衣穿到街上去。在当时能消费得起这么多铁的人，堪称凤毛麟角。因此，链甲衫是非常珍贵稀有的物件，能负担得起链甲衫的人，绝对有做一件链甲衫的强烈欲望。但关键是，能负担得起他们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如果一个维京人负担不起链甲衫，他可能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用一部分锁甲来保护身体要害部位，比如用小面积的锁甲制成护帘，装在头盔下面保护头颈部。这种优质的铆接锁子甲强度非常高，尤其是对于劈砍和弓箭的防御力，而且轻便灵活。但是相对的缺点就是，这样的铁环组成的防御在冲击力吸收上基本是负分。也就是说，锁子甲并不能提供完全的防御，它只能作为辅助防御措施。这就意味着，虽然它能防御下刀剑带来的切割伤，但是挥动武器的动能带来的冲击力就只能由穿戴者自己吃下了。如果一个维京人仅仅是用剑划对手胳膊上的锁子甲的话，没有问题，人不会被划伤。但是如果他用同样的剑猛劈对手胳膊上的锁子甲的话，锁子甲一般不会被砍穿，但是对手的胳膊会被打肿，严重的话会造成骨折。锁子甲几乎不能吸收或耗散打击力，打击力量会直接穿透锁子甲，伤到身体。所以锁子甲与黑丝网袜不同，一般不会拿来当做贴身衣物，下面还会垫一些填充物，在吸收冲击的同时增加防御力。比如维京人的锁子甲内衬就由2层羊毛或填满毛料和动物毛发的皮革组成，然后缝在一起。在模拟对战中，他们提升了战士的安全系数和舒适程度。如果在真实对战中，锁子甲内衬可能就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可以将致命打击伤或伤残转化成轻微的小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锁子甲内衬虽然默默无闻，但它却比锁子甲本身更为重要。后来比如十字军
还会在外面增加一个罩袍，让敌人无法看穿自己身上哪个部位护甲防御最为薄弱。不过有高档的，自然也有粗制滥造、相对劣质的锁子甲，可能是技术没有达到，也可能是铁匠还想多乌黑浓密几年，不想英年早秃。总之，这类锁子甲普遍省去了铆接环节，直接大力出奇迹，把铁环压弯，让两端对接到一起就算胜利，就像我们常见的钥匙链上的铁环一样。这种锁子甲普遍是看起来对接在一起了，却没有将其连接缝隙闭合，结构强度大打折扣，对接锁子甲基本上就是人造垃圾。穿着这样的锁子甲在战场上吃别人一招百年剑法，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了。这种锁子甲的优点是生产成本很低，工序不是很复杂，和完全闭合锁子甲相比更便于大量装备。缺点是有点粗制滥造，其防护可靠性和耐用程度肯定没有全铆接闭合的锁子甲高。这种锁子甲可能倒更符合黑丝网袜一撕就烂的特点。总归说了这么多锁子甲的基本结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锁子甲是怎么从猛男身上的防身利器变成了女忍者身上黑丝尤物。在东方，锁子甲一开始是比较少见的，这很可能是因为东方一开始并没有多孔抽丝技术，要想制作锁子甲就只能一个铁环一个铁环的打造，很难投入量产。不过后来虽然锁子甲存在感一直不高，但实际锁子甲在亚洲的使用率并不低，从波斯、阿拉伯一直到中国元、明、清三朝，都有不少关于锁子甲的记录。其中需求与锁子甲适配度最高的，那可能就是印度了。一方面因为历史和地理原因，印度与西亚地区的交流其实更加频繁，这给了锁子甲流入的条件，再加上印度地区炎热的气候，重甲在这里真的没什么市场，而灵活透气的锁甲反而更合适，所以我们能见到的大部分印度甲胄都是大面积的锁子甲，搭配上增强局部防御的甲片连接在一起制成。不过扯了这么多，好像还没见到关键的女忍者呀，快端上来吧。锁子甲来到了日本，当然了，带他来的是来日本拓展生意的西方商人以及传教士们。在他们的商品列表里，各种武器装备一直是个热门项目，这之中锁子甲就正好对上了日本人的需求点。因为战争形势以及武器设计的影响，早期日本的武士铠甲主要强调防御弓箭的远距离射击和近距离刀具的戳刺劈砍，再加上一技讨之类的习惯。在大铠时期，武士们的盔甲一般都为了增加四肢关节处的可动性，方便挥舞豪壮的长柄武器，而削减了护甲覆盖面积。再加上日本的开局条件基本是要啥没啥，既没有大量优质皮革，也没有大型纺织加工业，金属甲胄更不用提，基本只能提供小面积的甲片来进行局部防御。这就导致日本大部分铠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防御面积和区域一直都是很低并且割裂的，存在很多防御力薄弱的区域，尤其是在重要的关节地区。这又反过来影响了日本武器的使用套路，着重攻击对方身上的防御薄弱处，武器和盔甲就这么互相针对了多年，直到后来战争烈度提升，甲胄这边明显先遭不住了，武器杀伤性能有余，盔甲防御性能不足，能干死别人却保不住自己的命。有些士兵选择在身上披一些蓑衣之类的东西来掩饰这些空隙，起到跟罩袍差不多的效果，但总是杯水车薪。但是锁甲来了以后，就给这些防御薄弱之处提供了增强防御的机会，不仅仅是在内衬穿锁子甲这么简单。日本人笑话了锁子甲的技术，开始将其与传统日式甲胄进行融合，用锁子甲结构连缀一定数量的甲片来填补原本铠甲覆盖面小的部位，比如大量的锁动丸、锁龙首、锁裙甲之类的部件，填补了铠甲的弱点。其中尤其以龙首以及一种叫满智罗的部件使用范围最广。龙首不必说，就是手部的护甲，而满智罗很多人估计见过它很多次，但不知道它的名字。大河剧里我们经常看到武士们在脱下甲胄和阵羽织之后，在贴身衣物上面还加穿了一种奇怪的马甲，这种马甲基本只覆盖到两肩以及前胸，看起来像是衣服只穿了半截一样。这就是满智罗，主要用来吸收冲击以及分散甲胄重量的作用。锁子甲传入之前一直使用的是皮革和布匹，后来基本全部替换成了锁甲制作。
就是在此时，不只是武士们注意到了这些被称为锁围子的锁甲，忍者也同样看上了这种装备，因为锁围子轻便又便于隐藏，很适合忍者们随身穿着，在开展业务时提升自身防御力。而战国时期正是忍者业务最繁忙的一段时间，锁围子也就跟着在忍者圈子里获得了普及。只不过此时的女忍者应该还没意识到，这种东西可以拿来当做提升自己性感度的道具。据考证，当时的女忍者其实并不需要身手矫健，主要还是依靠出卖色相引诱男人，通过献身给可以提供线索情报的男性，来为自己的主君服务。比如侍奉武田信玄的巫女就是这样的存在。虽然听起来好像比区区黑丝黄暴多了，但总归至少在这时他们还跟黑丝没什么关系。后随着殖民时代的到来，远东更是成了各式各样的装备的实验场。幕末的日本，西式的步枪和传统的大刀都在腥风血雨中得到检验。锁子甲当然不会在这种场合缺席。了解过幕末历史的人肯定不会错过人生郎，也就是新选组的故事。这些最后的剑客们，经典形象就是身披浅葱色的羽织，一股舍弃防御的感觉。但其实在史实上，新选组的组员便有不少人在衣物下装备了锁子甲，理由很简单，灵活轻便的同时也贴身隐蔽，适合新选组这种在适当时候需要进行暗杀之类工作的组织。此后进入热兵器时代，忍者也好，新选组也好，这些后世非常有名的文化符号都暂时被打入了冷宫。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个叫山田丰太郎的男人写出了一本名叫《甲贺忍法帖》，此后他又继续发表了好几部忍法帖系列的作品。到1963年的时候，忍法帖系列已经成了销量过300万的大作，并且在日本掀起了忍术风潮。顺带一提，著名的魔界转生原名就是幽冥忍法帖，也是忍法帖系列的一部。这部作品也非常有名，算是带起了日本对于关公战秦琼以及剑豪乱斗的热情，印象非常深远。直到近几年，某行月社运营的手游也玩了不少相关的梗。山田丰太郎本人作为一个忍者，所以他非常了解忍者，喜欢使用锁子甲自我保护的细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艺术加工。在他创作的系列作品中，经常有女忍者身着连体式锁甲衫飞檐走壁执行任务。得益于极高的人气，他的作品被迅速搬上舞台、漫画书和荧幕。经过媒体的2次演绎，小说中没有具体形态的女忍者获得了曼妙的身材，再搭配上若隐若现的轻薄锁子甲，这种在视觉效果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想不引起人的遐想都难。于是很快就在各种意义上给观众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在影视剧里也是差不多的情况，为了防止被剧组的道具伤到，不少女演员选择在演戏时在道具的贴身锁甲衫下面添一层网袜黑丝当做保护，还能顺便保暖。结果多种原因影响之下，后来的监督和工作者干脆把原本的道具锁甲衫直接拿网袜或者黑丝替代了，一方面节约成本，还能防止误伤，视觉效果上看起来好像也跟锁子甲差不多。另一方面，性感度大幅增加，观众也饱了眼福，自然不会有意见。怎么想都是一时不知道多少鸟的点子。于是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甚至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此后大量女忍者都采用了类似的设计，高开叉、暴露、紧身逐渐变成了女忍者的标签。从噬魂里的女忍者色到火影忍者里的玉手洗红豆，再夸张点的像战国大香蕉里上山君的女忍者春日，干脆把渔网结构都扔了，换上了一身胸口异常凉快的黑色紧身衣。当然也有一些男忍者不甘寂寞，比如忍者龙剑传的主角隼龙也穿起黑色连体渔网来。好像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防御力如何已经无所谓了，但有些时候他们还就喜欢对这种事情一本正经地解释一下，让它显得相对没那么不正经。比如著名魔幻动作史诗作品《对魔人》里，女忍者穿在身上的连体紧身渔网衣就被解释成是拥有高强度的合成纤维丝制成的防具，这种说法反而有点符合锁子甲本身的结构了。不管怎么说，我就是欣赏你们这种在不正经的地方假正经的精神。总归这就是女忍者为何穿上黑丝网袜的来龙去脉。我们还是来看一些正经的问题吧。
提到了锁子甲，其实关于他与铡甲谁更强的问题一直都没有个定论。不过考虑到锁子甲的定位，这个就像是抱怨冬天单穿一件毛衣还是会冷啊，谁叫你不加件羽绒外套的？小孩子才选择，大人全都要。哪天真穿越到中世纪，为何不穿一件锁子甲衬衫再加一件铡甲背心？正是因为锁子甲软的特性，使它与不少其他款式的防具都可以兼容。嫌它会形变，那在里面塞件厚软甲，或者在外面加硬皮甲，还嫌不够，再拿面大盾牌。欧洲人是青睐锁子甲，但欧洲的配盾率也是整个亚欧大陆上数一数二的高。十字军东征时，罩袍下面的锁子甲跟手里的圆形盾基本也是雷打不动的新人标配。铡甲和锁子甲本身是通力合作的好搭档，没必要把他们搞成相互较劲儿的仇人。问锁子甲和铡甲哪个好，就好像争毛衣和羽绒外套谁更保暖一样，没意义。两种装备只是各有所长罢了。柔软的锁子甲适合为其他铠甲打底，提高遮护面积。像面部、颈部、腋下还有股腹沟这些地方放铁板子影响活动，塞点锁子布又透气又贴身。锁子甲这种特性也让锁子甲出现在一些非常阴损的场合，这里就不得不拿出那本重量级小说当做最好的例子了。《冰与火之歌》里存在不少专杀新读者的情节，能把新读者惊到当场弃坑的那种。读的时候基本能从字里行间想象到某拖更胖子写这部分时的愉悦表情。这之中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一出戏，莫过于血色婚礼。这段在原著中的描写远比 HBO 的剧集更精彩。他紧紧捉住对方的胳膊，想将其扭转过来，丝袖下触铁甲，浑身冷颤。最终让弗雷一家图穷匕现，并将剧情推向最高潮的就是婚礼宴会上，艾德温·弗雷穿在丝衣下的铠甲参加宴会，却全副武装，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也只有锁子甲能做到这么深藏不露。从这两段文字很直观地看出，钢板制作的铠甲虽然坚硬，但过于张扬。离开了主战场，便很难像锁子甲那样，在城堡酒宴、宫廷深院、市井酒肆间穿梭自如，游刃有余。对于穿锁子甲的女忍者，你印象最深的是谁呢？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